同学们，在智商和情商中，两个都很重要，都会影响到人一生的命运。那么你认为哪个会是更重要的呢？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，就和这个问题有关。智商又叫 IQ， 是指一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。一般情况下，得分在90到110之间属于正常，超过140分那就是天才了。情商又叫 EQ， 是指管理自己的情绪，识别他人的情绪，并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。在唐朝诗人里，有不少被称为天才的孩子。今天出场的这4位，个个智商超过140，那么他们的情商又怎样呢？下面按照他们成名的年龄、成名时脍炙人口的程度，让他们在天才少年综合排行榜上 PK 一下，看一看智商和情商哪个更重要。第4名，李乔，成名年龄15岁，代表作《风》， IQ 150， EQ 5颗星。说到李乔，我们首先来猜一则谜语。有一种自然界的事物，它能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，能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，能刮过江面掀开千尺巨浪，能吹进竹林把竹子吹得东倒西歪。猜到了吗？没错，答案就是风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2月花，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把谜语用诗的形式写出来，谜底就是标题，是不是很赞呀？其实对李乔而言，这只是小菜一碟。他一生写了270首咏物诗，全都是谜语。这智商，说他是天才，一点都不过分吧？另外，李乔的情商能够拿到5颗星，是因为他能够通过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。比如在高宗年间，南方土著发生叛乱，朝廷多次围剿无效，李乔只身来到酋长山洞，宣传朝廷仁政，说服叛军归降。李乔能够洞察叛乱民众的心理，不动一刀一剑就解决了问题，这情商能不值5颗星吗？第3名，李贺，成名年龄7岁，代表作《雁门太守行》， IQ 160， EQ 4颗星。李贺是中唐时期的诗人，他6岁能写诗，7岁就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韩愈的称赞。他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《雁门太守行》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明月似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这首诗描绘了激烈的战争场面。看完这首诗，你会感觉像是看到了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。咱们把诗中关于色彩的词列出来，大家脑补一下黑、金、紫、红，这颜色实在是太重了。李贺的诗想象力非常丰富，经常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入今，大家都说他是鬼才，称他为诗鬼。智商这么高的一个人，情商呢却令人担忧。因为慨叹生不逢时，李贺长期活在焦虑的情绪当中，脑子里呢每天又在想作诗的事情，不能合理调节自己的情绪，才只有27岁就英年早逝了。第2名，王勃，成名年龄6岁，
代表作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，IQ 170，EQ 3颗星。6岁出口成章，提笔成文。9岁读历史学家颜师古为《汉书》做的注，觉得错误太多，立刻写了10卷纠正错误的书出来。12岁开始学习医术，没事就背《黄帝内经》啊、《难经》啊这些医学名著。16岁科举考试中第，直接到中央做了一个从7品的文官。他有一首送别诗非常的著名，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。城阙辅三秦，烽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其中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这一点也没有离别伤感的气息，意境非常的开阔。王勃的智商高到让人惊叹，可惜情商也是格外让人操心呐，因为他太过狂傲，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处理不好复杂的职场关系。他不看政治形势，写了一篇斗鸡文，触动了唐高宗的隐私。因为唐高宗就是靠着杀父弑兄当上皇帝的，所以他觉得王勃是在讽刺自己，于是呢就把他给赶走了。唉，这情商真让人着急呀。之后呢，王勃一生不顺，27岁的时候不幸被水淹死了。第1名骆宾王，成名年龄7岁，代表作《鹅》，IQ 180，EQ 2颗星。首先，请屏幕前的小朋友、中朋友、大朋友还有老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背诵一首诗：《咏鹅》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大家眼前有没有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呀？一群大白鹅弯着脖子，昂着头，嘎嘎嘎朝天长鸣。它们在水中悠然自得地游着泳。鹅毛是白的，水是绿的，而鹅的脚掌呢是红色的，多么艳丽的色彩呀！而那一圈圈水波荡漾开来，别提有多美了。告诉大家吧，这是骆宾王7岁时写的。7岁，我们还在背诗呢，人家已经写出了老少通吃的作品了。骆宾王的智商瞬间秒杀所有人啊！那么他们的情商怎么样呢？可惜骆宾王的情商总是不在线。比如悼王李元庆很欣赏他的才能，让他写一封自荐书，也就是让他把优点写出来，准备提拔他。谁知他却说：“我怎么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？”唉，这个耿直 boy 呀，不但个性太强，还处理不好人际关系，曾经2次被送进监狱。再后来，骆宾王看不清时局，跟着没有什么实力的徐敬业队伍反对武则天，最后失败，生死不明，结局悲惨。同学们，现在看出来了吗？排名前3位的天才少年 IQ 都很高，但是呢，结局都不太好。只有排名第4的李峤，他 EQ 最高，一生洒脱，做过3次宰相，最后寿终正寝，结局最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是：情商比智商更重要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命运。有这么一个公式，成功等于20%的 IQ 加上80%的 EQ。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天才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努力过就不会后悔。同时你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提高情商，处理好人际关系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